金明池的漫天火光映照着荣渊被命运裹挟的一生。这场爆炸既是他对政治博弈的最后还击，也是他在执迷燃尽后觉醒领悟的大道。为了理解这一切，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血色弥漫的冬天，去寻找他命途的起点。933年，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，楚魏之争一触即发。11月20日，秦王李从容因急于夺位，于天津桥发动兵变，晋军奋力抵抗，李从容见势颓败，仓皇逃回府邸。其部下李云在射杀10余人后，见大势已去，遂弃马遁去。李从容有一幼子寄养宫中，素来深得明宗宠爱。兵变之后，诸将纷纷上奏请求处死此子，明宗悲痛欲绝，却无力转还。与此同时，李云在撤离途中意外捡到一个躺在木鸢上的婴儿。安从义此时已率军攻入秦王府邸，将李从容及其妻儿尽数斩杀。几乎就在李从容毙命的瞬间，李云怀里的婴儿骤然放声啼哭。救主已逝，李云毅然带着孩子遁走北境，取名渊。939年，李渊6岁，李云长子李守节出生。此后数年，李云带着李渊与幼子四处漂泊，在乱世中寻求一线生机。直至947年，李云受后汉高祖刘知远赏识，入伍任职，而此时慕容延昭已归于郭威帐下。948年，后汉隐帝刘承佑即位，郭威携养子柴荣出镇邺都，总领北境军务。慕容延昭作为旧部随行，赵匡胤石守信亦于此时投奔郭威麾下。随后经郭威奏请，李云被调往北境戍边。寒暑更易，四位武将在并肩作战，同历生死中结为至交。15岁后的李渊言谈愈发简练，性情日渐沉稳。弟弟李守节尚幼，且生性好动，家中琐事多由他这位长姐悉心料理。随着年岁增长，李渊知道了生母曾为墨门救徒，当年正是母亲以机关募渊，助他从大火中夺得一线生机。自此，他日日钻研，试图复原那支残破募渊，虽屡试屡败，却从未放弃。950年，后汉隐帝刘承佑猜忌重臣，密诏诛杀镇守邺都的郭威。消息走漏，暗杀未遂，朝廷竟屠尽他在开封的满门，连襁褓婴孩也未能幸免。郭威悲痛欲绝，在魏仁溥的劝谏下，决意起兵南下。时任先锋指挥使的李云随军出征，大军行至刘子碑，与后汉主帅慕容彦超展开决战。战友接连倒下，李云在力竭之际，仍死死握紧长剑，护在郭威身前。最终，李云击败慕容彦超，为郭威入主开封扫清了障碍。刘子碑大捷后，郭威大军直抵开封，刘承佑在出逃途中被杀。951年正月，郭威正式登基，建立后周。951年，李渊18岁，他凭借过人的天赋，再加上多年的钻研，终于复原了母亲留下的机关募渊，还带着李守节在晋坛试飞了一次。4月，李云升任昭义军节度使，即将再次远赴北境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李云为李渊做了他最爱吃的菜。他在灶前招手唤他过去，温暖的阳光洒进屋里，也落在父亲的肩头。李渊抬眼看向父亲，他的眼底比往常柔和许多。他心想，也许今天不会再和父亲吵架了。什么事？他轻声问。可李云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瞬间愣住，他竟然要给他换一个父亲。李云急忙解释，咋不行？你和慕容延昭处得好，不是还叫他阿爹吗？我俩虽有父女缘分，可合不来。你跟着我也吃苦，我是为你好。李渊不懂，他只想和父亲在一起，哪怕吃苦也好。但以他的性子，这份心意终究说不出口。那天夜里，李渊负气逃出了家，他赌气的没有回头看父亲，也没有看弟弟一眼。他先是飞快向前走，像是要甩掉心头的愤怒，又慢慢放慢脚步，心里涌起阵阵犹豫。再后来，他忍不住回头张望，眼里闪过一丝希冀。
他从未怀疑会有人来找他，至少父亲会吧。可他没有等到任何人，离家越来越远。走了1个时辰，他的脚步渐渐沉重。半日后，他强忍着没再回头。愤怒如潮水般退去，心底那点火星般的期待也一点点熄灭。等他带着母亲的信物逃到莫山道时，才终于明白自己真的被丢下了。双脚走得生疼，但他没有流一滴眼泪。他想着这条路真难走啊，可又想到其实路本身并不难走，难受的是他曾相信有人会来找他。从那以后，李渊学会了不再期待，也学会了独自走完往后的路。在莫山道修习这些年，慕容延昭常常派人送去信件和生活所需，陪伴着他成长。他自此改名慕容渊，此后9年，与李云再无半分联系。954年正月，郭威病逝，柴荣继位。此时后蜀有一蜀锦世家，少主王团花，天赋异禀，能复原任何布料，还擅长书画与隐匿之术。他因临摹12仙真相遭人利用，卷入政治风波，被追杀，不得不离蜀逃亡，避居开封。自此号称12仙，却一直郁郁不得志。955至958年，柴荣践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，西征后蜀，三征南唐，大幅拓展后周疆域。959年4月，柴荣率军北伐契丹，成功收复三州17县。5月，在准备乘胜进军幽州时，突患重病，被迫撤军。病重之际，为防止武将专权，稳固朝局，他罢免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，提拔赵匡胤接任，并任命魏仁溥为宰相。6月，柴荣病逝于开封，后周统一大业中断。其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，伏太后垂帘听政，后周自此因主少国疑陷入动荡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12仙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，一身天赋终于得到赏识。年末，他以家传蜀锦技艺制造了一件黄袍，从此成为赵匡胤的亲信。960年正月初1，醉花阴暗中传播点检为天子的歌谣，搅得开封城中大乱。正月初4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代州见宋。回师开封时，石守信亲自为赵匡胤打开了城门。此时大宋新立，群雄环伺，赵匡胤有意一统南北。为求庇护，12仙将藏于后蜀的五牙大剑图纸偷出，进献北宋。随后，赵匡胤任命慕容延昭为水师总将，于金明池主持督造五牙大剑。960年4月，赵匡胤为安抚前朝旧臣，遣使潞州，加封李云为中书令。李云心念后周，虽迫于众议接受了封赏，却在接待宋使时悬挂郭威画像，痛哭不止。赵匡胤心生忌惮，召其长子李守节入京试探。李守节却误以为父亲是要用自己的命换一个举兵的借口。赵匡胤召见李守节时，故意称呼他为太子，暗示已知李云反心。李守节惊慌失措，叩头辩解。赵匡胤随即直言：我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，任凭你父亲随心所欲，如今我已登基称帝，你父亲就不能稍稍让着我一点吗？李守节惶恐而归，将原话转告李云。当晚，李云与李守节促膝长谈，他深知自己已无路可退，叮嘱儿子未来务必效忠新宋。4月14日，李云联合北汉举兵反宋。赵匡胤命慕容延昭与石守信兵分2路，围剿李云。昔日故友，而今却只能拔刀相向。慕容延昭认为，李云起兵并非为了篡位，而是一心求死，以报后周旧恩。慕容延昭多次陈情赵匡胤，请求给李云留条生路，同时数次写信劝降，但李云始终不肯回头。6月13日，泽州城破，李云投火自焚。慕容延昭于漫天大火前远望故友身影，血泪沿着他手中的长剑淌至滚烫的地面，而后瞬息消散，恰如他们往昔的一切。此战过后，慕容延昭心神俱毁，那只杀敌无数的手竟再也无法握紧长剑。趁着神志尚且清醒，他将荣渊郑重托付给了石守信。
而李守节在父亲举兵期间，已多次向朝廷表忠。6月19日，李守节亲自打开潞州城门，跪阶檄文，免受连坐之罪。李守节虽免于连坐，却对父亲当年的偏心耿耿于怀。他始终不解，为何父亲选择送他入京送死，却早已为姐姐铺好退路，甚至让他改姓自保。满心嫉妒的他，随即写信给身在莫山道的慕容渊，告知了李云自焚的噩耗。可信中，他刻意隐瞒了父亲求死的本意，反而极力夸大慕容延昭的平叛功劳。慕容渊对这位弟弟深信不疑，就此被彻底误导，认定是义父慕容延昭为了军功逼死了养父。出于对慕容延昭的恨意，他改名容渊，带着复仇的执念回到开封。可墨门自古讲究非攻，以止战为要，为了复仇，容渊只能背弃师门，转头只追求数之极致的鲁道。他要将自己磨砺成大宋最锋利的一柄利剑，凭借自己无可替代的机关术进入北宋军队体系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摧毁慕容延昭最好的方式，便是抹杀他靠背信弃友换来的军功，夺下他最引以为傲的权柄。可容渊回到开封才发现，慕容延昭早已病重，甚至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。他强压下心中的复杂心绪，顺势以义女的身份接手战舰复员工作，又借着造船之便，暗中将慕容延昭锁进了战舰的密室之中。对外，他宣称义父卧床静养，严禁任何人探视。就这样，他将石守信等人一并挡在了门外。密室里，容渊看着那个曾经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他双手被锁链束缚，苍老得不成样子。见到容渊的瞬间，他似乎更疯了，口中吐出浑噩的只言片语。显然，他已经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了，但他依旧在问。即便在最愤怒的时刻，他的语气也冷得像淬了冰的铁片。你带兵平叛，杀了他的时候，在想些什么呢？想到有今日吗？还是觉得此后便有荣华不断，成为新朝的勋贵？他什么也回答不了。父女之情，朋友之义，是你一手抛下。如今倒好，你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我却忘不了。有时候我也想，要是不记得的人是我该多好。阿渊还是阿渊，阿爹还是阿爹。什么南征，什么五牙，全都与我们无关。最后，他看向时风时痴的义父，慢慢地变回了一切还未发生时的那个阿渊。阿爹。他看见那双浑噩的眼睛忽然抬起了一下，愣了半晌，不解地看向他的方向，再之后眼中露出慈爱和欣喜。阿渊，最近在自然是想念阿爹了。他回忆起那个曾经被自己抛弃了的过去的自己。听说近来阿爹颇受曾经的赵兄弟器重。当年离家的路上，他不得不学会不再期待，而在今日复仇的路上，他却在某个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仍会渴望父爱的小女孩。心中一阵酸楚，却又被巨大的荒诞感淹没。他不理解义父的行为，更无法原谅，只能更加疯狂地投入造船，仿佛那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一开始李守节还在生气，便不想和他解释，但看到姐姐被自己的谎言一路推向歧途，他终于后悔了。他多次写信想说明真相，却被原路退回。他赶到开封想当面说清，容渊却拒而不见。他气这个弟弟罔顾生父之死，反而投效新朝，更不想让他卷入这场注定无法回头的复仇。961年6月，南唐国主李璟去世，李煜继位。7月初9，赵匡胤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府尹。7月27，赵匡胤在宫中设宴，劝说高级将领们交出兵权，出镇地方，安享荣华。次日，石守信等人纷纷上表请求解除兵权，赵匡胤顺势批准。11月雪夜，赵匡胤微服夜访赵普府邸，与赵普、赵光义敲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。962年，江南大灾，饿殍遍地，连年战事与割地上贡，致使南唐国库空虚，而北宋南征之兆已现。内忧外患之下，李煜暗中将堂前引入开封，
企图扰乱物价，离间民心，以此延缓宋军南征的脚步。9月16日，赵匡胤下诏修建武成王庙，任命石守信为督工。明面上是重整武庙祭祀，但石守信还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，收缴天下私兵。诏令立约，上等兵甲入庙永久供奉，余者先入后出，在鬼市秘密变卖，所得收益60%归于朝廷，以充南征军费。彼时，石守信在名义上仍志在北伐，温无缺便以此为切入点，劝说他守住资财，莫要交给朝廷用作南征。温无缺借机结识了荣渊，并为他彻底撕开了李云生死的真相。荣渊这才惊觉，在那场篡权夺位的死局里，对前朝忠诚的养父除了反叛根本无路可走，而义父也只是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，真正的元凶却从未受过惩罚。可悲的是，他竟一直在助纣为虐。他亲手改良的五牙大剑将成为北宋南征、巩固赵家江山的利器。不伐无罪之国，不奉无道之君。意识到自己错失做尽，无法回头，荣渊决定答应温无缺，配合金瓯失窃计划，阻止北宋南征。养父被杀之仇，义父养育之恩，生死恩仇，他皆负尽。唯有亲手毁掉这一切，他才能向养父李云赎罪。962年末，荆胡内乱，南平、武平接连动荡。12月，武平遣使求援，赵匡胤借机定下假图伐国之计，名为平叛，实则以借道南平之名将其吞并，再顺势扫灭武平。战机稍纵即逝，可开封前荒，导致军饷难继，五牙大剑迟迟未能完工。于是赵光义在宝金楼设下飞花宴，以竣工在即的五牙大剑为威慑，逼诸国出资助战。如今南平、武平爆发内乱，武平节度使来信求援，荆湖百姓正处于水火之中。巴蜀、江南同在长江两岸，想必肯慷慨济困。江南早已倾尽国力，公使今年就进贡了3次。唯有蜀国太子松口，但附加条件极为明确，只请大宋应约2条：其一，一旦宋国占据长江，不可先行西进；其二，将五牙大剑的复原图纸交给蜀国。好，赵光义当场应允，转身却让我们潜入金明池，抢先夺走图纸，上演一出贼喊捉贼。在他的算计中，即便图纸失窃，北宋也并非主动违约，反倒能倒打一耙，指责蜀国保管不力，遗失符节，军饷照收，责任外推。这便是权力常理的逻辑，只要握有话语权，便能颠倒事实。只要局势未到彻底决裂的地步，对方就不敢轻易翻脸。他赌的本就是蜀国的顾虑与隐忍。犹豫之际，荣渊竟也劝我们出手。他精准拿捏住我们止战安民的立场，将窃取图纸一事包装成一场利民止战的义举。在他看来，图纸一旦失窃，宋蜀和谈便会瞬间崩塌，蜀国自然不会再交付军饷，北宋南征的节奏也必将被迫中断。可一旦交出图纸，长江之上只会多出一艘嗜血巨舰，突然无边战火。抵达金明池，我们凭借过人的身手夺得符节，顺利登上五牙大舰。在船舱2楼，我们见到了被锁在轮椅上的慕容延昭，他向我们缓缓道出4幅画像背后武将4子分崩离析的往事。陈桥一变，赵匡胤君临天下，李云兵败自焚，杯酒释兵权后，石守信兵权尽失，只能暗中私铸军械，而他自己早已进退失据，沦为困于樊笼的老妓。慕容延昭指引我们取走图纸，同时恳请我们阻止荣渊。可拿到图纸，我们发现内容早已被人篡改，荣渊在油舱布下了自毁机关。他计划等大舰启程南征，驶入开封东南的无人河段时引爆炸弹，彻底毁掉这台战争机器，以免殃及无辜。若战舰爆炸，后果怕是得赶紧去阻止。我们潜入底层油舱阻止爆炸，却被荣渊拦下，把五牙图纸留下。
昔日隋国灭陈，一统南北，正因五牙大剑得以定鼎长江。我辈毕生所求，无非弃之奇巧，术之精绝，时逢乱世而出，一朝纵横天下，本当死而无憾。可这条路执迷太久，早已无法回头。莫门古训非攻，还记得吗？不伐无罪之国，不奉无道之君。随着他启动自毁装置，油舱瞬间剧烈爆炸。飞渊撞破舱顶，直冲甲板，我们立刻追上。在甲板上，我们与荣渊展开最后的搏斗。荣渊力竭倒地，飞渊将他护在爪中救走，号令机关阵发动攻击。船上士兵立刻敲响战鼓，机关阵瞬间朝我们射出漫天火箭与炮火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们纵身跃起，一箭射爆了大舰顶层堆放的火油罐，爆炸摧毁了发令台。我们随即扑向飞渊，直击他的喉部，彻底切断了指令源。飞渊受创失控，荣渊从他爪中坠落，跌入金明池水中，生死未卜。荣渊的一生始于一只木鸢，也终于一只木鸢。在那些错位的仇恨里，他背负了太多本不属于他的因果，那些重担压在身上，让他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。在许多人眼中，他偏执、糊涂，甚至不可理喻。可于乱世洪流之中，深陷滔天恨意，谁又能始终保持绝对的清醒？对年幼的他而言，每一次被托付都是一次被放弃。极度匮乏的安全感让他一生都在追寻那个不曾回头的背影。生母早逝，父爱残缺，幼年未被满足的期待在心底结成了最坚硬也最脆弱的茧。他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处，自然也学不会如何与这个复杂的世界和解。或许在坠入金明池底的那一刻，他才终于走完了当年那条离家的路，不必再等任何人回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我是软软，专注深度梳理烟云剧情故事。